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有段时间没上片了，最近过得好吗？今天这集呢，我们来聊聊最近非常火热的亚瑟士。除了统整这个品牌造成火热的原因之外，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已经公开情报，要在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预定发售的款式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情报统整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，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2021年初，亚瑟士以 Sports Style 作为出发点，将2008年发售的跑鞋凯亚诺14再度带回了球鞋市场上。这次回归除了所采用的金属色调设计之外，也将版型呢进行了细部的调整，改善了整体的包覆性，让鞋款更为合脚，就算是日常的穿搭走路使用也能更感到舒适。而跟 John 的合作推出的联名款，算是把凯亚诺14的复刻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。John 的极简美学、千禧年风格的反光元素，终于凯亚诺14原版的设计语言，再加上限量发售，比原始售价翻了5倍以上的专卖价，至今都居高不下。到今年的6月呢 ，Kiss 的4款凯亚诺14以及 GL130接棒点燃这股市场的活力，也算是正式打开这股平替的风潮。买不到 John 的限量版有 Kiss 的平替，在 Kiss 的店头限定发售这4款呢，水涨船高，限定配色、限定店头发售以及限量，在售价一样让人看得惊讶。而把这股平替推上高峰的，应该算是亚瑟士自己推出的 Queen Break 这款配色了。早在第2季的时候呢，由欧洲开始上市的 Queen Break 配色，往往都是一上架就几乎被抢光。而7月上旬正是在台湾上市时，再度出动了阿公跟阿嬷到现场排队抢鞋，炒起了这波平替的热度。买不到 Kiss 的平替，还有亚瑟士自己发售的平替，买不到亚瑟士发售的凯亚诺14的平替，还有GL130版的平替的平替的平替，念起来都觉得非常的老口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配色相近类似，都成为这一波大家抢购的目标。原本美国亚瑟士官网上面满满的库存，现在各种收到，剩下的库存呢，大概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像联名，以及比较不讨喜的配色，甚至于国外电商还发生了平替版的库存不见而出不了货的状况。回头来看今年6月底巴黎时装周的宣传操作，除了公开 Hot Studio GL130联名的第3款之外，火力呢也都很集中的要向世人展示以及介绍今年要复刻推出的 GT260款式。限量50组的 iLay 石膏套装，将 iLay 联名的 GT260鞋身涂满石膏，再由使用者决定要摔出怎样的外形。设计的概念呢，其实就是在比喻每个人一路走来所经历过的裂缝跟伤痕。与 CC Bonson 的再次合作呢，则是重塑了 GT260的样貌，球鞋也可以很有女性风格，旨在打造出好穿又好走的流行款式。而跟板鞋厂牌 Dime 联名打造的 GT260 鞋身上面的渐层色金属光泽，为球鞋注入了时尚潮流的元素。GT260 的普通款版本呢，在巴黎时装周这个时候，虽然说还没有引起太大量的注目，7月初正式发售时，各地的宣传活动也只能自创新的卖点，例如在中国就推出了特殊的铁盒限定版，搭配宝蓝色的款式发售。而7月中开始，这些巴黎时装周公布的联名款式也开始接力一波又一波的发售活动，像是 Dime 官网发售的时候，2分钟就完售，在亚瑟士各国的官网开卖也是立刻就收到，甚至于美国官网还直接宕机，一直出现连线错误。而 Kiss 也在差不多的时间点推出了2款店头限定的 GT210版本，先前大表哥 Ronnie 上脚过的橙黄配色，以及像是 John 的凯亚诺14平替的深蓝配色，又因为限量的关系推高了在售价。而 GT210 普通版本的绿银配色呢，也在这个时候美国官网开始缺尺寸了，显示这一波宣传力度有到，买气也渐渐的被带了起来。原本台湾也是要在7月上旬开卖的，会推出黄色以及绿色2款配色，售价为台币3280。但是官网突然无预警的下架，原本有下单成功的也被取消订单。根据询问亚瑟士客服呢，他们是说会延到8月再上市，而日本开卖的时间呢，也确定会是在7月27号，首波则是会推出宝蓝以及黄色2款。那么 GT260 的普款第2波发售呢，国际版是会在8月的下旬，预定会推出3款新的配色，分别是灰色、深褐色以及燕麦色。台湾呢，则是有可能会引进其中灰色跟燕麦色这2款。
目前已经发表的联名呢，有跟澳洲卖点 Above the Clouds 合作的款式，预定今年秋天发售。而跟 Cecilie Bahnsen 合作的女性限定联名款式呢，也会在今年秋天会带来新的配色。Kano 系列的部分呢，在今年的是30周年纪念，除了说已经推出 Kano 30的最新版运动球鞋之外，外传呢在9月会推出 Kano Legacy 的款式，会有2个配色，分别是纯银 Pure Silver 以及蓝白红象征自由的3原色，而其中蓝白红3色会是限定店点发售的款式。在这之前呢，也有发表过跟 GmbH 一起推出的联名款，会有包含绿色等2色，预定在今年的秋天上市。而 Kano 14的部分呢，则是持续会推出新的配色。接着台湾要推出的会有铁灰以及肤色2款，预定上市的时间是在9月。另外也会有一款女生的白色款会上市。目前已经知道的联名款呢，则有 Unaffected 的合作款，预定今年的秋天登场。而女性潮流为主的品牌 Aritzia 也公布了在2024年初会推出3款 Kano 14的配色，不管是金属风格或是清爽风，这一股 Kano 14的风潮呢还会继续再下去。而GL1130的部分呢，近期在台湾有上市银蓝跟黑银2款，而 Whole Studio 联名的第3款以冰川为概念设计的白色款式，也预定会在8月做全球的开卖。普通款的部分呢，根据先前的预定资料，9月在台湾呢会推出2款比较深色的款式，以灰色调以及黑色调为主。而10月呢，则是会有很像 Whole Studio 联名款的 Mark One 的平替版，采用了类似材质，小小修改了一些色块的部分。荧幕上的图呢是 Leo 自己画的，准不准就等正式发表情报的时候再做确定了。而联名的部分呢，目前也有 Gallery Department 会有2色准备要推出，而国外呢，则是有更多的配色预定要上市。至于台湾有没有机会引进呢？这就还有待台湾亚瑟士的公布了。另外，亚瑟士也跟他们的设计师 Kiko 推出了新的服饰品牌 Asics Novalis。这个时装系列呢，会着重于中性的简约质感，以舒适实用的日常衣装为主，再加上现代美学视角来诠释亚瑟士的运动精髓，串起包含想象、生育与日常生活。预期呢，要创造出能够长期保留在衣柜中的高级服饰品项。今年6月的巴黎时装周呢，也预先公开了数款相关的样品，预定呢会在2024年的年初，透过 Dover Street Market 等零售商的通路来上架。一直到2024年的上半年为止，亚瑟士呢会有 GL NYC、Kano 14、Nimbus 9以及 GL 1130这4条线为主，再搭配原有的 GL Line 等传统款式，持续的会推出新的配色以及联名款。因为资料掌握的关系，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呢，并没有收集到跟 GL NYC 以及 Nimbus 9相关的新色或是联名的发售情报。那么日后有机会的话呢，会再持续的为大家追踪以及更新。接下来呢，说说我个人对这个品牌的看法。从今年初入手亚瑟士的 GL NYC 开始，一路看着各种宣传操作以及市场行销的手法到现在。如果说你有去过台北的亚瑟士旗舰店的话，会发现说他们还是以运动的款式为主，一楼整个都是运动品项的鞋类以及服饰，一直到2楼呢才会有一个 Sports Style 的专区。老实说，目前引进台湾的潮流穿搭品项还是不够多，有可能是因为 Sports Style 这条线经营到今年呢才相对的有比较大的成绩，而一般的订货都是在半年前就得下单的状况来看，引进台湾的一般贩售品项还不够多，会是目前比较可惜的状况。不过以近期发售的联名来看，台湾亚瑟士呢都有以少量上市推出，其实也还算蛮照顾台湾市场的。如果可以防堵机器人抢鞋或是转卖行为就更好了。当然我想这也是每个品牌的课题。在这次 Kano 14 Queen Break 的发售时，也有传闻说亚瑟士总公司有针对 Queen Break 这一款有要求所有的经销商不得降价贩售。从近期上市的新品来看，也有部分小小涨价的趋势。当然目前什么都在涨，能在合理范围内涨价，对于消费者来说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事情。但像 Kano 30的周年纪念版定价是5380，而市售通路呢，其实只要7折左右就可以入手了。可能传统的运动品项还是难逃上市就得打8折以下才卖得动的这种宿命。
当然啦，在一个品牌越来越火热之后，消费者们呢想要买到喜欢配色的款式就会增加难度。在过去呢，看了其他品牌这几年从爆红到最近比较转淡的鞋海操作，我自己呢这是很衷心的希望，同样的手法呢不会发生在亚瑟士这个品牌上，也期望海外那些很棒的配色也可以引进台湾，让大家都不需要跨国去消费，就可以在当地的商店无痛的入手。用以上这一部影片跟大家谈谈最近爆红的亚瑟士，也是说对这个品牌的期望。不知道你看了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留言跟我一起分享你的看法。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下次看见，拜拜。